喂，喂，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你是那个陈先生吗？对。啊，你们今天是要上来录影嘛？然后想要跟你说一下，我们现在目前3G 的状况是有在下大雨，然后你们如果有还是一样要如期上来的话，就是可能要自备雨具那一些的。哦，我们在路上。然后因为我们的园区这边都是传统的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个就是遮挡棚之类的。我知道，应该可以。好，我想说，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，你们要不要看看，就是改日再来，我们可以延期2次，就是看你们要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。我们在。你们那个啦，就是下大雨的人，就是不希望下大雨，然后也不希望自己的那个帐篷脏掉还是什么的，因为我们比较传统，我们算传统露营这样。那我知道啊。对，想要跟你讲一下情况，这样。你们上饭的话就是小心拍。距离我们搬家去宜兰还有3个礼拜，我决定要带全家人去司马库斯，那个传说中最遥远的部落。因为那个时候以为搬到东部之后会很难去这么远的地方，结果后来才发现，其实司马库斯离宜兰比较近，是我在耍笨。我在网站上发现司马库斯有一个新的露营区，完全没有人定位，那不就是可以包场的意思吗？于是我立刻就下定了。你会担心下雨吗？你说我吗？对啊。我不会啊。我也不会啊。又不是我打。也不是我要收，也不是我要晒，我有差吗？其实后来营主又打来了一次，他说下雨后营地会很泥泞，要再确认一次我们是不是真的不会介意，因为上礼拜才有人因此跟他要求退费。但是我都开到这里了，总不能回头吧？毕竟我们都有过野营的经验了，一点点泥泞的收费营区应该是还好吧？哇，好泥泞啊！这个状态是会蛮艰难的。如果是这一种地板，然后没有人，跟好的草地，但是很多障，没有人这种地板啊。所以你宁愿踩泥巴？哦，对啊。本来就是要接近大自然啊。因为营主刚割过草，就下了大雨，杂草都粘在地上。今天原本要开箱一个厂商借我体验的帐篷，如果弄的都是草跟泥巴，那会很不好意思。还好我有带备用的天幕和登山杖，小帐篷要清理跟晾干都会容易很多。但是天幕还没搭，又有一件危机发生了。抓到手。他就是说，现在整个旧部落都没水了，因为刚刚下大雨，可能有水管被冲落。对，然后他们在排查中，希望在半小时内把它解决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就解答心中一个很长久的疑惑，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，不是都会看到那个很细的管子接着那个山泉水嘛？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这管子不会掉吗？会掉。大约20分钟后，水来了，我们也决定放下其他的备案，开始扎营。我们想先把营位上的草爬干净，以免沾到装备上面。营主看了，马上就要来帮忙，但是女儿说她想要自己来。换我了吗？不行。小孩很奇怪，通常在他很累的时候，会缠着你说他很无聊，但是精神好的时候，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让他玩很久。总之，我们在司马库斯的3天2夜露营正式开始了。
清楚哎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出发前往巨木步道。以前我不太能理解登山健行的乐趣，觉得就是一直走路，很无聊。一直到这几年，我为了工作开始拍一个台湾植物的纪录片，发现当我认识的植物越多，走在山林里面就像是在拜访朋友一样。我觉得生在台湾是真的蛮幸运的，不管上山下海，这些朋友们的家都离我们很近。从我们营区旁的登山口开始走，只需要走一半的步道就可以看到神木了。步道很平缓，很好走，一路上的树荫也让人很凉爽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太松懈了，早上10点才出发，我发现似乎快要下雨了。下雨哦？真的下雨。其实，在前一天抵达营地的时候，我差一点就放弃要露营了。我当时给自己的理由是怕孩子和老婆不舒服，但是到了今天，我才发现，其实他们整趟旅程并没有什么抱怨。真正不舒服的人应该是我自己。我很高兴最后我没有放弃，因为露营的体验让这整趟旅程变得更深刻，也让我觉得自己和这眼前的景象，以及那些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上千年的神木，更加的亲近了。你喜欢它？